体会人间冷暖，看尽世间百态。欢迎您收听人生语录。曾仕强教授说过，男人最怕酒，特别是49岁和59岁这2年，带走了很多人。跟酒有关的年岁之所以显得如此可怕，就是因为它是年龄的交汇点。比如说，奔4到奔5，交汇点就是49岁，能不难过吗？就跟爬楼梯是一样的道理，一共有10个台阶，爬第1个到第8个台阶，你不会感觉到累；爬到了第9个台阶，你会感觉到特别累。临近目的地，心态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，要么绷得紧紧的，要么出现了落差，要么心气不够，要么坚持不下去，所以你就会感觉到累。同样的道理，在40岁到48岁这段时间，你可能不会害怕什么，到了49岁，差不多到50岁了，那你就害怕了，整日担忧。这个时候祸患将至。从古至今，这49岁和59岁对于男人来说都不是什么好的岁数。秦始皇嬴政，公元前259年出生，到公元前210年去世，也就活了49年的时间。或许是天要亡秦朝，就只能让秦始皇先走了。一代名将关羽，一辈子未尝一败，后期水淹七军，打出了威震华夏的军事。只不过在59岁那年，他被东吴吕蒙背刺，败走麦城，不幸身死。跟关羽差不多大的刘备，从47岁开始就顺风顺水。没想到关羽在公元220年一死，丢了荆州，蜀汉直接走了下坡路，刘备的势头由盛转衰。那一年，刘备59岁。唐朝的李隆基开创了开元盛世，将唐朝发展到了顶峰。在接近59岁的时候，李隆基宠幸杨氏兄妹和一众奸臣，给安史之乱埋下了伏笔。清朝的一代名臣胡林翼乃是湘军的重要首领，就连曾国藩也对他毕恭毕敬。就是这般精彩艳艳的他，49岁就走了。用曾国藩的话来说，胡林翼虽有才华，但面相太苦，不是什么长久之相。没想到过了几年，曾国藩一语成谶，胡林翼果真活不到50岁。49岁的情况如此，那59岁的情况更是如此。在这2个阶段，男人经历着身体和内心上的巨大变化，面临着重要的抉择和挑战。越是靠近9的年岁，越要谨小慎微，此乃稳中图进的保命之道。男人在49岁第一次面临生死关。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：人到中年，离人间有点远，而离天堂有点近。有些男人一到了跟酒有关的年岁，不是这里疼，就是那里痛。有些男人一到了49岁或者59岁，就直接走下坡路，严重点的连人也保不住。人到中年，不仅外部的事业出现问题，就连内部的家庭也矛盾重重。这内外夹击，又有谁能轻松应对呢？如果身强体壮，那忍一忍，扛一扛就过去了。可并非每个中年人都身强体壮，尤其是中年的男人，精气外泄，不断衰退，整个人的感觉都不太好。从人体的角度来说，过了45岁，人体的机能大幅度下降，人之精力也都大不如前。如果人们不懂得保养，过分劳心劳累，就容易中道而别。所谓精为人本，没有精气会造成3个问题。首先，运势走下坡路，事业不进则退；其次，病痛频发；第三，生活的意外越来越多。压力山大的时候，如果人之精气充足，还能逢凶化吉。可惜精气不足，那小小的压力和意外就能轻松带走一个人。人间距离天堂只在一瞬间。有些人会说，
除去身体健康的问题，为什么还有一些49岁或者59岁的男人运气会那么差，越活越命运坎坷呢？只能说，人之运势每10年变化一次，而跟酒有关的年岁恰好处于运势的衰退期。如此，男人们不就倒霉了吗？就跟家庭的运势一样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人之运势就是10年河东，10年河西。其实也不到10年，到了第9年，有很多事儿就变了。2. 男人在59岁需要面临命中的大劫。曾仕强教授说过，每一次过节，比如说春节、端午、中秋，如果我们顺利过了这些节日，就说明过节了；过不了就走了。谈到过节，就不得不谈到59岁的人生大劫。很多成功的人士在59岁之前就猝然离开了，所有的钱财和权势都成为了一场空。东汉末年，刘备麾下的名将关羽在59岁之前一直很顺，到了59岁，水淹七军，威震华夏之后，关羽就被吕蒙背刺，败走麦城，最终战死沙场。南北朝时期的刘裕一代枭雄，不仅取代了东晋，还在50多岁的时候进行北伐，差点就统一天下了。59岁那年还想北伐拓跋鲜卑，怎奈还未出兵，就因病身亡了。这59岁为什么就那么难过呢？因为59岁象征了前半生的结束，以及后半生的开始。气运、命数和福祸都会进行大洗牌，那它就是一场大劫。男人越是上了年纪，气数就越是衰弱。事与愿违是一回事，而能不能长长久久、细水长流又是另外一回事。男人这辈子最要命的年龄段，就是49岁和59岁这2年。对于男人来说，最大的福报到底是什么呢？毫无疑问，就是大器晚成。晚点成功，晚点取得成就，那离开的时间就会比较晚。我们可以对比2个人，一个是秦始皇嬴政，一个是汉高祖刘邦。这2人虽然说分属不同的朝代，但他们只差了3岁。秦始皇嬴政，公元前259年出生；汉高祖刘邦，公元前256年出生。嬴政比刘邦年长3岁。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时候，刘邦还只是小混混。秦始皇49岁离世的时候，刘邦也已经46岁了。按道理说，这年纪的刘邦，半个身子入土了，也可以想退休的事了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秦始皇死后，属于刘邦的舞台才出现。47岁，刘邦起兵；54岁，刘邦统一天下。到了61岁，刘邦才去世。可以说，始皇帝比较早成，过不了49岁；刘邦比较晚成，不仅过了49岁，还过了59岁。这就是大器晚成的好处。所以在49岁和59岁这2年，男人要有这4种活法。第1种活法，降低欲望，清心寡欲。有一些人到中年的老板，明知道身体吃不消，还到处搞来搞去，结果就是欲望有多重，气数就有多衰，命数就有多惨。降低欲望来做人，不是要人成为和尚，而是为了保命。欲望之火，适度就好，太剧烈了，就会减损男人之寿命，让男人命浅福薄。第2种活法，不去折腾，顺其自然。年轻的时候，身强体壮，精力充沛，那怎么折腾都没有关系。反正年轻人没有什么精力，那做一下人生的加法也是好事。到了中晚年时期，身体不行了，运气也衰退了，那就只能做人生的减法了。别总是折腾，少管闲事，那命自然就顺了。第3种活法，劳逸结合，切勿拼命。有些人会说，年轻的孩子需要帮助，
七八十岁的父母需要养老，那我们如何能够停下来，劳逸结合呢？其实，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：拼命赚钱，透支身体去工作，很有可能赚来的钱都不够给医药费。多休息，多养生，就是在给家庭省下一笔大钱。第4种活法，心平气和，控制情绪。男人到了中年，最容易走极端，为了某些人与事儿而情绪化，这就是自己气坏自己的问题所在。所谓别人生气我不气，气出病来无人替。收敛个人的脾气，内化多余的情绪，也许生活才不会是一潭死水，而是一片花海。到了一定的年纪，该放下的事要放下，该了结的事要了结，如此自然能够活得长久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